我是喜姑亚外，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您还记得24年前，纽西兰23岁大学生鲁本来台旅游，却在阿里山离奇失踪的意外吗？当时他的父亲费尔跨越9000多公里来台寻子，但最后却未能如愿找到儿子。这段真实故事被作家刘克襄收录在书本中。而静宜大学教授陈永瑞更耗费5年时间拍摄纪录片，片名就叫做《费尔的旅程》。拍摄过程，费尔重回24年前寻子的地点。他说，想透过影片感谢并传递台湾人的热心和善良。He was part of the forest, but look what he's surrounded with. He's got this beautiful forest, this beautiful mountain, and all these beautiful creatures and trees, and all these beautiful people around. I go back there, and I say, "Hi, Reuben," and I know he's happy. 一提起爱子鲁本，古稀之年的费尔还是忍不住在镜头前掉下眼泪。想念爱子的心，24年来始终不曾改变。At the end of 1998, I didn't hear back from my son, who went on an overseas trip. In 1998, I boarded the plane and flew to Taiwan. But I did not know what to expect. 24年前，费尔再也没有收到人在台湾旅行的鲁本寄回家的明信片，于是不会讲中文的他，在当年耶诞节前夕，独自飞越9000多公里的距离，到台湾展开寻子之旅。Sorry, I never shed so many tears in all my life. But my eldest son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1998年12月25号的这一天，心急如焚的费尔身上挂着儿子鲁本的照片，勇闯总统府，希望直接请求当时总统李登辉的协助。可惜适逢假日，李登辉不在府内。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a good man, and I'd like to ask him. In fact, I'm pleading for his help to try and locate my son. 为了爱子，费尔一度勇闯台湾总统府请愿，更前后总共6次从纽西兰来到台湾千里寻子。除了媒体报道这段真人真事，也被作家刘克襄写进15颗小行星书中。2012年，大学教授陈永瑞看到这故事，燃起心中的导演魂。2012年的时候，在桃园机场有一次要出国去交流，然后我就在机场上买了一本书，想在飞机上看。那这本书是刘克襄老师的15个小行星。那这个15个小行星里面，就一翻开第一个故事，就是在讲费尔这个故事啊。那我看的时候就非常感动，在飞机上就掉眼泪了。他就背了背包，就一个人就跑到台湾来找他的儿子。那时候他到台湾的时候，当然他人生地不熟哈，因为语言不一样，国度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他一个老外根本不知道要从何找起，而且也不晓得他儿子确切的地址，就消失的地方在哪里，只知道有一张明信片是从阿里山寄的。他终于在2014年，在一个机会，就是我在开会的时候，刚好刘克襄老师坐在我的旁边，那我就跟他问这个事情，说我想拍这个纪录片，可是我想跟费尔先生联络，所以那个时候才跟费尔先生联络上。2017年，陈永瑞带着妻子到纽西兰旅游，一落地，他才告诉妻子要找费尔拍纪录片。下飞机的时候，我才跟他说，我想来纽西兰找一个人。他说：“你认识纽西兰人吗？”我说：“有一位费尔先生。”然后他说：“这个是谁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故事，再讲一遍给他听。然后他才说：“他一听这个故事，他就开始就说：就支持我了这样子。”不过我是先斩后奏了。我那时候去
去纽西兰找费尔先生的时候，就有跟他讲说，我们希望说你可以回到台湾，然后再走一遍当时候你找你儿子的路线，让我们跟着你走，然后把当时候那个发生的地点在那边现身说法，然后重回现场，然后去把当时的一些真相把它还原。阿里山火车驾驶翁信昭是当年最后亲眼目睹鲁本的目击者。只是23岁的外国大学生，怎么会突然在阿里山没了踪影？当时包括警消、搜救队员和山友出动超过上千人搜山找人，最后却无功而返。是由我们警察局跟警政署所组成的一些民间搜救团体，还有山青，所以呢，我们就沿着这个早平车站到石猴这一段铁轨，我们开始徒步，在这一段路上呢，看到鲁本最后的身影。最后综合呢，他在山庄这边呢，最后一个住宿的登记的这个资料呢，还有真的有当天有看到他的中研班，应该是在这一段。其实我们碰到的困难就是大自然，这个山真的是太辽阔、太深、太大了。多年后，费尔重回当初搜索就地，和当时搜救队员简天赏两人，一人说台语，一人讲英文，只有简单的肢体动作，沟通完全没有障碍。Round.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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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we went up there. Yeah. Yeah, that's right, way around up there. Yeah, I remember. Yeah, we climbed up in there. 係啊，我在這邊嘛，吼。北面頂遐去找啊，我遮佇遮內底找2個月。係啊，因為咱頂懸是迄個阿西種族啊，阿西種族佇阿里山也行過三林溪迄邊過，所以我來判斷來講，伊佇這個所在有可能佇遮叫落去迄個潭落，所以我來佇順即去迄個河道咧找啊。几乎把阿里山翻遍了，还是没找到鲁本。找平车站就是当时搜救队的起点，其中搜寻路线还包括绵越线铁路和西亚纵走的登山路径。费尔也到过邹族人的圣山塔山，他在莱基部落和峰山村也和当地居民建立深厚友情，更短居过日月潭、伊达邵部落和埔里，就只为了能发现鲁本的蛛丝马迹。You can understand, actually, to climb up there, it takes more than pure guts. And for me, that was the biggest challenge I had in my life. 当初费尔他从纽西兰来，他就到总统府那边去求救。我在电视看到新闻，我说可能我要出行路了，我就准备了，就把狗准备好了，然后就上山。有时候就看他落寞的，这样干嘛？费尔都会 ，Hello，Thank you， 我就取悦他，高兴嘛 ，No Thank you， 他就一直笑，总而有这一次 No Thank you， 沿路只要我说。他说 Thank you， 我说 No Thank you， 他就一直笑，这样，沿路这句话就成了我们的沿路的经典的对话。当初的时阵就是讲，看人伫搜救，因为咱知影讲这项工课，讲伊伫阿里山要行西亚纵走，因为伫阿里山迄阵伫立成山庄有登记，登记了，后来就唔知行伫对去，尾一直找拢找无啊，后来我就看到一个信啊，甲伊衫了，媒体写一个了，哇，伊拄知即个迄个做外事课的，都甲我联络。Round. 让费尔最感动的就是集结众人之力，来自台湾人毫无保留想帮忙的初心。
there was just kindness everywhere. Everybody would come up to me with words of affection. I hope you find your son, being very positive. But some of the words that come out of it, that I understood what it was about in the end. And they said the words Jayo, Jayo, it means keep going, keep going. I felt the support of all the population. So what happened was this young man came up to me and led me over to his wife, and she grabbed hold of my hand and he placed it firmly against pregnant stomach, and she said to me, Jayo, Jayo. All of a sudden I had this amazing energy. 刘克襄老在桌上看到费尔先生，他挂着一个牌子，就是找他儿子的牌子，上面有一些资讯说，如果有找到他儿子，请跟他联络。很多那个卖药郎中，那其中一个卖药郎中就忽然站起来，跟那些看日出的民众讲说：各位，如果你们有看到，或是知道这一位这个老外他儿子的消息，跟我讲，只要跟我讲，我这边的那个东西都全部给你。 Jayo, I felt Jayo. As I got higher and higher up into the mountain, and what happened was I was starting to get anxious, and then a mist came, and it came down and it covered everything, and that really got me to the point where I was almost breakdown material. I heard this amazing voice, this beautiful voice, and it was all inspiring to me. And with that, it gave me a bit more heart to go on the journey. 不过，让他真正释怀、接受失去爱子事实的，是来自邹族长老看待生死的哲学观。他住莱吉部落的时候，就住在一个叫做莫，这个邹族的长者他的家里面，然后他就不断的安抚他，不断的安慰他，然后常常带他去散步。他就跟费尔讲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你的儿子虽然在阿里山这边塔山这边不见了。” 可是呢，你不用伤心，因为我们邹族的文化里面，就是说，那个人死去就要回到他的祖灵地。塔山是祖先的祖灵地，然后因为你们有毛利人血统，那跟我们原住民有一些关系，所以你们也算是回到祖灵地这个地方。所以你的儿子虽然在台湾消失了，在阿里山这边消失了，他也是回到这个祖先的地方，所以你不用太伤心。而且他消失了之后，他变成一棵树。 变成一个塔山的森林，那我们的这个邹族的那个祖先会在这里保护他、拥抱他，所以你不用太伤心。那费尔听到这一句话之后，他自己在纪录片里面也有讲这句话，他就大哭整个崩溃大哭。从1998年到2003年，费尔展开一次又一次找寻爱子的旅程。但鲁本或许早已找到生命的归宿，长眠台湾这块土地。费尔也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爱上台湾这个陌生的国家，每年都会造访台湾。而这场意外丧子的亲情，也转化成跨国友情，继续延续。 他很高兴，他的儿子是在台湾消失的，因为他是消失在一个美丽的地方，这里有美丽的人民，有美丽的动物，有美丽的山林来保护他，所以他觉得他儿子是找到他的归宿。Balanced up with all the great love, the kindness, the friendship, the journey I had looking for him, and what's beautiful was I ended up following him. I'm still following him. 我是喜顾亚外，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